跑啊！怎么不跑了？欠我们的100万，什么时候连本带利还上？我借的时候只有10万，而且那电费根本不是我用的，是那套房子有鬼，每个月10万电费，我连灯都不敢开啊！我管你房子有没有鬼，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没有那么多钱。既然拿不出钱，那就给我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没死，这里是老房子。慧慧，发什么呆呢？不会是感动的傻掉了吧？这可是你念叨了大半年的小房子，精装修，拎包就能住，以后你再也不用挤那破出租屋了。钥匙，新房，我重生了，回到了拿钥匙的这一天，回到了噩梦开始的地方。你哥上个月结婚，我们刚给他买了一套婚房，这个月给你安排上。你哥有的，你必须也有。爸妈这辈子别的保证不了，一碗水端平绝对是底线。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跟见了鬼似的？爸妈，房子我不要，真的不要。哥刚结婚，家里开销已经很大了，你们不能再为我花这么多钱。我们去把房子退了好不好？我继续租房子住挺好的。傻孩子，你当买房是去菜市场买白菜呢，哪能说退就退？手续全都办完了，房产证都下来了，上面可是明明白白只写了你一个人的名字。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这根本不是偏爱，这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坟墓。别任性了，我们辛辛苦苦大半辈子，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兄妹俩？我们就这一会儿还有事要忙，你自己先去新家看看，喜欢哪里就怎么布置，不够的钱爸妈再给你。哎，记得去看看啊，那可是爸妈的一片心意。一片心意，用10万电费和高利贷逼死我的一片心意吗？这一世，我绝不会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我倒要看看，这房子里到底藏着什么吃人的怪物。没有中央空调，没有极热式热水器，没有任何大功率设备。就算把所有电器同时开着，一个月顶多也就几百块电费。前世那10万块电费到底是怎么凭空冒出来的？这怎么可能？我从拿到钥匙到现在才过去仅仅1个小时，只开了1盏灯，一个普通家庭整整1个月的用电量，我1个小时就用完了。这根本不是房子，这就是个无底洞。对，偷电。如果不是我自己用的，那就是有人在偷用我的电。王师傅，您刚把整栋楼的线路都查遍了，是不是有哪家偷偷把我家的线接走了？你家这栋楼的线路没有任何问题，没有短路，没有外界线路，也没有任何人偷接你的电表。这不可能！我刚刚才进门，这屋子里连个插头都没插，
怎么可能1小时跑237度电？仪器不会骗人，线路确确实实没被动过手脚，电就是从你家这间屋子里用出去的。实在不行，你找电力局申请鉴定电表吧，这活我接不了了。姑娘，你好自为之。前世也是这样，电力局、消防队，所有人都说没问题，难道真的是无解的死局吗？徐慧，你可真行啊！从小到大装乖卖脸，终于赢了我一次。我结婚买房，还得自己背着几百万的房贷，每个月抠抠搜搜的还款。你倒好，轻轻松松骗得爸妈掏空棺材金，给你全款买市中心的好地段。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特别得意？觉得自己才是家里最受宠的那个？得意？你口口声声的偏爱，就是为我准备的送命符。我警告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房子未必是你的福气，你最好给我安顿点，别想吞了家里的财产。为什么？到底在哪里？电到底去哪儿了？既然查不出问题，好，那我就把这屋里的电器全砸烂。砸光了，都没有了，这下总该停了吧？278度，怎么可能？为什么越砸涨得越快？姑娘，屋里非承重墙全都砸完了，现在比毛坯房还干净，连个老鼠洞都藏不住。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全都砸光了，连一根多余的电线都没了。继续砸，把地板也给我掀了。姑娘，真不能砸了，再砸就动承重墙了，楼塌了我们可赔不起。姑娘，这也太邪门了，屋里啥都没有了，电表怎么可能还转？这也太邪门了，像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工钱我们不要了，快走快走！慧慧，开门，是爸妈。慧慧，我们这几天公司太忙，一直没空来看你。你在新家住的舒服吗？你们自己进来看吧。慧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全款给你买的精装修呢，怎么才1天时间就变成这副鬼样子了？这就是原因。丧良心的中介，黑心开发商，竟然敢用这种问题房坑我闺女！慧慧，你别怕，爸爸这就去找他们算账，我一定让他们给你换一套房，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前世就是因为这套房让我惨死，爸妈肯定要替我偿还贷款，这一世我绝不能再连累他们。这一世不管发生什么，我先把你们摘出去。卧室的电路绝对不在这个位置，这根线是多余的。慧慧，你在干什么？妈，我没干嘛，就是收拾一下。妈不累，不用你收拾。你这2天神经太紧绷了，
必须去休息。他为什么这么紧张？这电线到底藏着什么秘密？难道他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放开我！别动那个！这是什么？慧慧，这个金镯子是我和你爸偷偷给你准备的乔迁礼物。上次逛街，你盯着柜台看了好久，我们知道你舍不得买，就偷偷攒钱买了下来。接个彩灯，是想给你个惊喜。妈，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以为那是……我真的是被电费逼疯了，对不起。慧慧，对不起，爸爸没用，我去找了开发商和中介，差点跟他们打起来，可他们拿出合同，说交房时一切正常，现在出问题概不负责，1分钱都不赔。连爸爸都无能为力了吗？难道我只能眼睁睁等着吗？好，既然都不管，那就大家一起。慧慧，你要干什么去？我就不信全楼彻底停电，我家的电表还能转。怎么停电了？我游戏刚开局啊！什么情况？这破小区又拉闸了，物业死哪儿去了？全楼都停了，这下总该停了吧？如果还不停，那真是活见鬼了。还在转，怎么可能还在转？我已经拉下了整栋楼的物理总闸，全楼的电梯都停了，连电都没有了。我家怎么可能还在耗电？完了，一切都完了。爸妈，开门！连楼层都走错了，我真是疯了。电表在转，可是屋里没有电器，因为耗电的设备根本不在屋子里，它在承重墙的里面。原来是这样。上一世我被活活打死都没想通的局，这一世我倾家荡产砸空房子都没找到的鬼，原来就藏在这儿。小姑娘，你大晚上不睡觉，一个人站在这里笑什么？全楼都停电了，黑乎乎的很危险，你赶紧回家吧，别像个神经病一样在外面乱跑。大娘，你不用奇怪全楼为什么停电，因为整栋楼的总闸是我拉下来的。你说什么？你个小畜生，你知道你干了什么缺德事儿吗？快来人呐！大家都出来啊！我抓到故意断电的犯罪分子了！是他，这不是1003那个挨家挨户查电路的疯女人吗？就是她说有什么天价电费。你也太自私自利了吧！你家电费高，关我们屁事儿啊！太丧良心了！之前我们还同情你，配合你查电路，真是好心为了狗。别跟他废话，直接报警，把他抓进去蹲大牢。骂吧，尽情的骂吧，很快我就会让你们全都知道，到底是谁在吸干这栋楼的血。对不起，各位邻居。是我女儿不懂事儿，一时糊涂。我们马上把电闸推上去。大家
有什么损失，我们全部赔偿。求求你们别报警，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前世就是这副伪善的面孔，把我一步步推向高利贷的深渊。这一世，你们的戏演到头了。你们别再说了，也别再替我道歉了。全楼的电确实是我断的，但是，到底是因为什么，你们心里最清楚。你们非要我当着所有邻居的面把真相说出来才肯罢休吗？慧慧，你在说什么胡话呢？我和你妈应该清楚什么？不就是你一时冲动拉了电闸吗？慧慧，妈知道你好几天没睡觉了，压力太大，看谁都疑神疑鬼的，马上就来电了，你乖乖跟大家道个歉，听话。他害得我们全楼停电，光道歉就行了。我家有糖尿病老人，胰岛素放冰箱里，断电失效会出人命的。我妈差点吓出心脏病，必须赔偿精神损失费。就是。徐慧，爸妈花光一辈子积蓄给你全款买房，你不珍惜就算了，还闯下大祸，要爸妈替你赔钱。全楼100多户，赔偿最少几万块，你满意了吗？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但这一定是你们想要的结果。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我们想要的结果？我看你是太长时间没休息，精神出问题了。徐俊，你不是一直觊觎这套房子，一直想把它抢过去吗？正好，我现在就把它转给你。这套房子我送给你，怎么样？他怎么会要把房子给我？难道他发现了里面的秘密？慧慧，你说什么傻话呢？这房子是我们买给你的，怎么能转给你哥？对对，你别担心钱的事儿，赔偿的钱爸妈会想办法，绝对不让你为难。徐慧是吧？有人举报你故意损毁电力设施，切断整栋楼供电，请你跟我们走，配合调查。对，警察同志就该把这个自私自利的人抓走。因为自家电费有问题就报复全楼，简直丧心病狂！太好了，只要他被抓走，那套房子里的秘密就永远安全了。你们是徐慧的父母和哥哥吧？麻烦你们也一起走一趟，配合我们调查。警察同志，你们搞错了，这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都是徐慧她自己一个人干的，我们也是刚刚才赶到现场，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做。警察同志，这都是一场误会啊！我女儿最近工作压力太大，精神不太稳定，她是一时糊涂才犯了错。这都是我们的家务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就好了。麻烦你们跟报警的人说一声，我们愿意赔偿所有损失，求求你们让他撤案吧。大妈，你先起来，法律不是儿戏，不是你们想私了就能私了的。警察同志，不用找了，也不用联系报警人，因为报警的人就是我，而且我绝不撤销指控。他疯了，他脑子有问题，他在污蔑我们。警察同志，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个疯子的话。安静，退后，保持秩序。各位叔叔阿姨、邻居们，你们快来给我评评理啊！我这个妹妹从小就嫉妒我，就因为爸妈当年先给我付了首付买房，她就一直怀恨在心，觉得不公平，觉得爸妈偏心。现在爸妈心疼她一个女孩子在外打拼不容易，掏空了家里所有的养老钱，给她全款买了这套房子。可我呢？我到现在还背着几百万的房贷，每个月省吃俭用，连肉都不敢多吃一口。结果呢？他不仅不感恩，心里还彻底扭曲了。他故意砸坏新房子，故意拉断全楼电闸，现在还故意报警污蔑我们。哎，这闺女心太狠了，简直是白眼狼啊！
孩子啊，一家人，骨肉连着筋呐，有什么事情不能关起门来好好说，非要闹到警察局，闹得人尽皆知，多难看啊！听大娘一句劝，跟警察同志认个错，跟你爸妈和好，别再折腾了。道德绑架，倒打一耙，好戏才刚刚开始。警察同志，各位好心的邻居，求求你们了，千万别相信我女儿的话。她最近工作压力太大，精神一直不太正常啊。今天肯定是受了什么刺激，才会在这里发疯胡闹。她砸的是自己家的东西，拉电闸也是一时脑子不清醒，这真的只是我们家的家务事儿啊。我们带她去看精神科，一定严加管教。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这可怎么办啊？多可怜的父母啊！这闺女真是病得不行。警察同志，既然是精神有问题，就别抓人了，让他们带回去治病吧。精神失常，家务事。警察同志，这里有一份证据，我想你们和在场的各位都会非常感兴趣。我理解你有委屈，但拉断全楼电闸是扰乱公共秩序。这手机里是什么？警官，他就是想钱想疯了，故意搞名堂来讹我们棺材本。这怎么可能？半个小时前，我亲手拉下了这栋楼的总电闸，现在整栋楼处于完全停电状态，电梯停运，楼道灯熄灭，但是我家的用电量直到这一秒依旧在飞速上涨。全楼停电 ，IPP 还能跑出这么高的电费，这彻底违背常识啊！这不是简单的家庭纠纷，这是一桩疑点重重的案件。这算什么证据？一个破 APP 的数据而已，肯定是系统错误。对，绝对是网络卡顿。警官，你们别被他骗了。警察同志，各位邻居，大家听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干了10几年电工，在全市都是数1数2的手艺。这种情况我最清楚。我儿子说的对，这肯定是系统出现了错误，可能是电表芯片故障，或者是电网云端数据异常。现在都是智能电网，电表数据先上传到云端，再同步到手机 APP， 很有可能是电表里的感应芯片烧坏了，导致读数错误，也可能是电力公司服务器漏洞，把别人家的用电量误算到我们头上。好像确实有道理啊，专业的人肯定懂。搞了半天，原来只是技术故障。那这姑娘砸房子拉电闸，真是小题大做了。哎呦，我的老天爷呀！就因为一个破手机软件出毛病，你就把家砸了，把你爸气出心脏病啊！慧慧，你是不是中邪了呀？听见没？爸可是老专家，你搞个破 APP 就想诬陷我们，真是不孝的白眼狼。果然是老狐狸，三言两语就把死局推给了技术部长。可惜你遇到的是现在的我。既然你说的这么肯定，既然只是技术故障，那你敢不敢跟我上楼，亲自核对物理电表的真实情况？怎么，心虚了？不敢去现场看那块你亲自维护过的表？师傅，那老头刚才不是挺能说吗？怎么现在腿抖成这样？哼，上去看看就知道了。爸，你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我的天，这怎么回事？师傅，全楼真的都停电了，连近乎线都是没电的。这电表怎么还在转？这见鬼了吧？俊啊，这到底咋回事啊？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一定是他搞的鬼。故障，延迟，我看这分明是有人故意搞鬼。答案就在这堵墙的后面。你疯了，徐慧！你快放下锤子，那是承重墙，是整栋楼的主心骨。你敢砸开，整栋楼都有可能倒塌，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活埋。你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快拦住他！他已经失心疯了，大家快帮忙按住他！他想毁掉整栋楼，不拦住他，大家今天都得在这里！天哪，这姑娘也太自私了吧！为了自己家那点破事儿，就要拉着我们整栋楼的人陪葬吗？你
不想活，我们还想活呢！警察同志，快把他抓起来！他这简直就是谋杀！快制止他！都给我安静！徐慧，立刻放下锤子！破坏大楼承重结构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你不要一错再错。怎么不敢动手了？我就知道你不敢。警察同志，你说的非常对，破坏承重结构确实是违法行为，所以在动手之前，我已经提前找人做了完整的安全评估。这份报告里明确写明，这面墙内部存在极大体积的异常空箱结构，并非完全实心。红线标注的这块区域是安全开凿点，砸开这里不仅不会影响整栋楼的主体结构，更不会有任何危险。他竟然连安全评估都做好了，他到底瞒着我们干了多少事？文件是真的，这面墙确实有问题。现在还有人要拦我吗？警察同志，他这是拆家呀！造孽呀！别退后，妨碍取证，后果自负。你们的末日从这一锤开始。我的老天爷，这墙里面居然藏了个机房吗？这是在挖矿机挖矿，我见过这玩意儿，专门挖比特币的。这东西耗电量大的极其离谱，一台机器顶得上10几台空调连轴转，这里足足有几10台。真相大白了，难怪能烧这么多电。这哪里是偷电，这根本就是在这开黑厂啊！完了，他怎么会连这个都知道？不是我们，这绝对不是我们干的，铁证如山，你还想狡辩？是邻居，是隔壁1004的邻居干的，一定是1004的人偷偷凿墙，把机器藏在我们2家的夹层里，故意偷我们家的电，嫁祸给我们，我们一家才是受害者呀！你们想啊，这墙的另一面就是1004号房，除了他们，谁能在我们眼皮底下挖出这么大个密室？俊俊说的有道理，这密室的位置正好挨着1004的户型。对，就是隔壁那个丧良心的偷我们电。警察同志，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啊！走，去隔壁1004核实情况。大家一起去！要是真有这种偷墙凿洞的缺德邻居，我们整栋楼都饶不了他。1004的救护在吗？1004的救护在吗？门呢？这怎么是实心的？1004呢？我在这儿住了快20年，我就从来没见过这层楼有1004的人进出过。我见鬼了！一个大活人的户型凭空消失了，这栋楼，这房子也太邪门了吧！见鬼了！这建筑结构是怎么回事？我早就听人说，这块地以前是乱葬岗。怪不得没有门，难道里面封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老徐呀，我就说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咱们这是买了个凶宅呀！老婆子，别说了，别说了。大伙儿评评理呀，这房子根本就是闹鬼，墙里面藏着大铁疙瘩，隔壁连个门都没有，那是恶鬼在吸我们家的阳气呀！我家慧慧平时多乖巧的一个孩子，今天怎么会像疯了一样砸家？她是被这凶屋里的恶鬼迷了心窍啊！警察同志，你们看到了吗？我们家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一家都被这个鬼房子给坑惨了。都安静！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迷信？只要把水搅浑，谁也查不清那几10台机器到底是谁的。别演了，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鬼，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死丫头，你胡说八道什么？还嫌不够丢人吗？慧慧，你清醒一点啊！妈妈是在救你呀！警察同志，不用费力去找什么1004的邻居对证了。你什么意思？因为隔壁1004号房的房主就是我。什么？他说啥？一个人买2套相邻的房子，还把其中1套的门彻底封死，连墙皮都糊得一模一样。这到底是在防谁啊？那套房子明明是用别人的名字，不可能！你们听到了吗？警察同志，大爷大妈，你们都听到了吧？他彻底疯了，他已经开始说胡话了。一个连首付都付不起的穷光蛋，怎么可能买得起2套房？
我要求对他进行精神鉴定，他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疯话，根本不能作为证据。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醒过。看证据说话。你给我拿过来！别动！再敢抢夺证物，马上铐你！这上面白纸黑字明确注明，本不动产由原1003号房与1004号房合并而成，2户打通，同属一个产权人徐慧。合并，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1004的邻居，是你们自己买了2套相邻的房子，硬生生打通，合并成了一套。我的天，你们一家人的心到底是有多黑啊！买2套房子打通，在中间的隔墙里藏满挖矿机，竟然用来算计自己的亲生女儿。刚才还在这跟我们演戏说闹鬼，说被鬼迷心窍，我看你们这3个才是最恶毒的魔鬼！枉为人父母，为了儿子，连亲生女儿的命都能往死里坑，你们就不怕天打雷劈吗？连通2套房，打掉格顿建密室，私藏几十台违规挖矿机。我现在想知道徐建国，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秀兰，秀兰，你醒醒啊！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妈，你怎么了？快叫救护车！快啊！是你们，都是你们这群多管闲事的人把她逼成这样的！我告诉你们，我妈要是有个3长2短，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你们！徐慧，你现在满意了？为了你自己那点私心，非要把你亲妈逼倒在这个楼道里吗？她可是10月怀胎生下你的亲妈呀！前世的我，活生生被追债的人用棍子打死。既然重活一世，我怎么可能会放过你们？警察同志，我母亲确实有轻微的低血糖，但她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家族里也从来没有任何心脏病史。如果您觉得现在的急救情况非常紧急，或者存在什么不明原因的突发性休克，我建议不要只叫救护车，直接让法医来现场做初步鉴定。放心，我们不会放过任何细节，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处理。指挥中心，幸福小区3栋10楼需要一辆救护车进行常规体征检查。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无明显危重症状。警察同志，你们干什么？我要守着我老婆！请配合警方工作，保持安全隔离距离，不要妨碍潜在的医疗救援。房产证、密室、几十台挖矿机，还有合并房，事实已经非常清楚。现在告诉我，你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精心策划这样一场恶毒的局，来陷害、折磨自己的亲生女儿？是他，一切全都是他自己搞出来的阴谋。他自己想买挖矿机亏了钱，然后再想陷害我们。他就是想把我们都送进监狱，好一个人独吞这2套房产。警察同志，你们都被这个白眼狼给骗了，全都被他骗了。是他自己无意中发现了我爸妈名下有2套相邻的房子，是他贪心不足，想趁着新房装修的掩护，自己在墙里塞满挖矿机赚黑心钱。我爸妈就是太心疼他这个女儿了，才会被他哄骗着，背地里帮他改造了那些大功率电路啊。我们才是受害者。后来他自己投资挖矿，赔了个底朝天，他怕欠债，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们头上，砸房子、拉电闸，装疯卖傻的报警。他就是想借你们的手，把我们全家都送进监狱，好让他一个人独吞所有的家产。他才是那个心思最狠毒的阴谋家。徐慧女士，你哥哥刚才的话虽然不可信，但他提到了一点，他说是你亲手拉断了整栋大楼的总电闸。如果你真的是个对挖矿机和电路改造毫不知情的受害者，你怎么会提前知道，哪怕拉断了全楼的总闸，唯独你家的物理电表也依旧不会停转？警察同志，您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是太好了。说实话，我也一直想不明白。对啊，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明明已经拉断了整栋大楼的总电闸，切断了所有的外部供电，可唯独我家的电表还能像疯了一样继续转动？这种彻底唯物理常识的高端电路改造技术，我一个刚毕业学文科的普通女孩怎么可能懂？爸，你刚刚不是还说你在年轻的时候是咱们全市技术最高超、最厉害的老电工吗？这种违背常理的技术难题，不如由你这位前全市最优秀的老电工来当着警察同志的面给大家普及解释一下。你胡说什么？我爸早就退休了。但后来，他因为帮老板在电表上做手脚，偷窃国家电力资源，被行业联合除名，他的电工证被当场吊销，终生不得再从事电工行业。什么？偷电被开除？难怪他刚才装模作样的。我的天，这也太不要脸了，居然还是个有前科的贼！老头子，你没事吧？慧慧，你怎么能这么污蔑你爸？安静，让他把话说完。市电力局里可以查到我爸的工作资料，只要你们以办案的名义去调查一下，就可以找到他当贼的证据。按照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能够绕开整栋楼的总电闸，让其中一户的电表独立运转，其实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整栋楼的主供电线路上，在总电闸之前就私自搭线引电。这种操作技术要求极高，而且极度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整条线路短路、起火，甚至引发整栋大楼爆炸。这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只有像我爸这样经验丰富、技术熟练又敢于铤而走险的老电工，才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胆量。2套合并的房产，这是你们作案的动机。至于你曾在市电局工作过的经历，印证了你有行使犯罪的能力，而这块电表就是你们无法辩驳的铁证。太可怕了！为了坑女儿，连我们全楼人的命都不顾了。慧慧，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啊，真的没想害你。我们只是想靠着挖矿赚点钱，好给你哥还房贷而已啊。而且到现在，我们1分钱都还没拿到啊，简直是禽兽啊！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这么算计。为了给儿子还房贷，就让女儿承受这样的代价，你们还是人吗？为什么？如果你们真的缺钱，大可以把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卖了，去给哥哥还房贷。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恶毒的方式设下死局来害我？如果我们只给你哥买房，不给你买，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会戳我们的脊梁骨，骂我们重男轻女，骂我们偏心。慧慧，爸妈这也是不得已的决定啊，我们要一碗水端平啊。原来我前世被活活打死的惨剧，我经历的2世无尽痛苦，仅仅只是为了维护他们那可笑的、不偏心的虚伪名声。慧慧，原谅爸妈这一次吧，我们以后一定对你和你哥一视同仁，你就放过我们吧。绝无可能。徐慧，你给我站住！你拿到钥匙才几天，你怎么会有这么多证据？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你到底是谁？徐慧，你是个魔鬼！你算计亲哥，算计亲爸亲妈，你会遭报应的。从今天起，我徐慧与你们一家3口恩断义绝。全部带走，一个都不许漏。我冤枉啊！我是被逼的。完了，我的名声！警察不许动，全部抱头蹲下。老实点，搜，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队长，您看这个，把所有涉案人员全部带回局里，连夜审讯，通知警察和刑侦大队立刻成立专案组。徐俊，你还不老实交代？你们是怎么和高利贷团伙勾结的？不是我，警察同志，真的不是我，都是他们逼我的。都是我爸妈的主意，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只是想还房贷而已，是他们说有办法弄钱的。我从一家高利贷公司的头目手机里搜出了完整的录音，录音中清楚记载了你们预谋犯案的细节。我是被胁迫的，对，我是被胁迫的。我要立功，
我要检举。我半夜起夜的时候偷听到过他们商量，我听见我爸说什么前端接线、总前电路改造，我当时根本不懂啊。他们才是主谋，你们去抓他们，我是无辜的。警察同志，我真的是老糊涂了，接错了一根线而已，顶多就是个违规操作。看看吧，这是你宝贝儿子的供词。你儿子已经把你卖得干干净净，他检举你精心策划了前端接线，还说你是为了替他还房贷，主动勾结高利贷。不可能，俊俊他不会的，他是我亲儿子，哈哈哈，这就是我的好儿子，哈哈哈，这就是我们老徐家的根儿啊！我都交代，合并房产是我提议的，私改总前电路是我利用以前的电工技术接的线，36台挖矿机是我联系人偷偷运进去安装在承重墙里的，高利贷的债务陷阱也是我主动找他们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我干的。警察同志，我能问最后一个问题吗？说，我女儿徐慧，她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们的？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明察秋毫啊！我只是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我懂什么电路，懂什么挖矿器呀？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儿子俊俊呀！他背着几百万的房贷，马上就要断供了。我这个当妈的看着心疼的要滴血啊，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也是没办法啊。所以你就配合你丈夫设下天价电费的局，计划等你们女儿交不起电费，就逼她去借高利贷，甚至计划等她还不上钱，就把她杀了。房子的所有权和挖矿机赚的钱，再由你们暗中平分。不，我们绝对没想过要慧慧的命，从来没有。虎毒不食子啊！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我怎么可能舍得害死她呢？你声称你们从来没想过要徐慧的命。对，绝对没有。那请你解释一下，在你们和高利贷团伙签订的抵押合同里，最后这一条手写的补充条款是什么意思？这叫没想要他的命。我交代，我全都交代。徐慧，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白眼狼！你为了那个破房子，把你亲爹亲妈送进监狱，我们老徐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马上给我去局里撤案，听见没有？把你哥给我救出来！你爸妈养你这么大，你赶紧去撤案！慧慧啊，做人不能这么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你今天把事儿做绝了，明天怎么在社会上立足？你不撤案，我们就去网上曝光你，让你在城里待不下去。慧慧啊，做人不能这么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你今天把事儿做绝了，明天怎么在社会上立足？你不撤案，我们就去网上曝光你，让你在城里待不下去。徐慧，亲情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把亲爸妈送进去，你晚上睡得着觉吗？不怕遭天谴啊！大伯，求求你借我点钱，高利贷要打死我了，我真的活不下去了。哎呀，慧慧，大伯家里也困难啊，这事你自己想办法吧。二姑，救救我！你惹了高利贷还敢找我们？别连累我们家，以后别打来了。前世我被逼上绝路，你们个个装聋作哑，躲得比谁都快。今生我刚刚讨回一点公道，你们倒一个个跳出来当道德判官了。将他们送进监狱，只是砍掉了毒树的枝干，而这些腐烂的根系也必须连根拔起。妈错了，妈真的知道错了。你跟警察求求情，撤案吧。我们可是你亲爸妈呀，血浓于水啊！你不能这么绝情啊！只要你救我们出去，以后我们一定对你好，对你和你哥绝对一视同仁。不敢看我，是心虚，还是害怕看到我这具从地狱爬回来的尸体？徐慧，你个贱人！你把我们害成这样，你现在满意了？我今天来，不是听你们道歉，也不是来看你们忏悔。我只说3句话。第一，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们。第二，那套沾满罪恶的房子，还有你们给我哥买的那套房子，我会全部低价卖掉。你们算计我的，害我的，想从我身上夺走的，
我会连本带利全部拿回来。你敢动我的房子，那是我的！老实点，坐下。第三，从今天起，你们生老病死、祸福荣辱、刑满释放或是老死狱中，都和我徐慧没有半点关系。徐慧，你别走！你为什么什么都知道？你到底是谁？你是不是早就死过一次了？你是不是鬼？我是谁？我是被你们亲手推入地狱，又凭着自己爬回来的人。现在开庭。公诉人对被告人徐建国、李秀兰、徐俊依法提起公诉，3名被告人涉嫌诈骗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电力设备罪、串通黑恶势力罪等多项重罪。这就是被告人的作案工具，利用前电工专业技术，制造每月10万天价电费的假象，意图将亲生女儿逼入绝境。只要这丫头签了字，你们公司的账就填上了。事成以后，她的房子以及矿机赚的钱，我们5分账。是你们，都是你们逼我的，是你们把我拖下水的。我恨你们，我恨这个家。你们可恶啊！事到临头了，你现在怪起我们来了。被告人晕倒了，暂时休庭。大家快来看啊！不孝女把亲爹妈送上法庭，还要独占2套房子啊！天理何在啊？我们徐家造了什么孽，生出这么个白眼狼啊！把你买房的钱交出来，那是徐家的钱，是祖宗的钱，轮不到你一个丫头片子独吞！你赶紧去撤案，把你爸妈和你哥救出来，不然我们跟你没完！这闺女长得挺斯文，怎么能把亲爸妈告了呢？就是啊，哪有这么狠心的女儿？亲爹妈再错也是亲爸妈呀！你们要闹，我就陪你们闹到底。我再说最后一遍，我父母买下2套房子，打通合并，在承重墙里装挖矿机，偷电制造天价电费，勾结非法高利贷，逼我背负100万债务，所有一切都是为了给我哥还房贷。不久之后，法庭就会向外界公布所有极其触目惊心的铁证。这也叫父母？这简直恶毒至极啊！老太婆，你们家这是在犯罪啊！还有脸来这里闹事儿，不要脸！从今天起，谁再骚扰我、威胁我、拦我路，我直接追加起诉，一个都不会放过。全网震怒，千夫所指，但我心里却没有丝毫波动。那些陌生人的愤怒与同情，我早已不需要了。我要的公道，法律会给我，我自己会挣。他们骂不动了，也不敢骂了。全网的唾沫星子，足以把他们整个家族的名声彻底淹死。那些高高在上的道德绑架，在绝对的真相面前，就是个笑话。我终于明白，当我不再在意他们的看法，不再被血缘绑架，不再被道德束缚时，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伤到我分毫。徐慧，你哥徐俊在看守所里托人带出消息，联系了外面的狱友和高利贷余党，明确目标就是报复你。他放言说不会让你好过，要让你付出代价。我们会留意这些人的动向，你如果察觉到危险，也请随时联系我们。我知道了，谢谢警官。他们自己把蓄意报复、恐吓、威胁的证据亲手送到我手里。前世他高高在上，吸我的血，啃我的骨；今生他阶下为囚，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
徐俊，你越疯狂，就越是在给自己加刑，这就是你的下场。徐小姐，你哥让我们带句话，现在撤案，交出房子，交出钱，这事儿就算了。不然，你前世怎么死的，今生还能怎么死？我们刚才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录好了，转告徐俊，下辈子牢底坐穿。你，还阴老子！撤！附近有条子蹲着，别惹一身骚。证据又多一条，他们越是疯狂反扑，越是死路一条。现在进行法庭调查，请公诉人出示证据。审判长，公诉方将针对3名被告人的连环犯罪行为出示完整的铁证链条。第一份证据是1003与1004屋的合并房产证，以及物业处提取的装修图纸，证明被告人徐建国、李秀莲在赠与原告房产前已预先设下空间陷阱。第二份证据是电力局提供的电网勘测报告，被告人徐建国利用前电工的专业技术，私自接通总前电路，导致原告房屋1小时耗电高达数百度。第三份证据是从承重墙后密室中查获的35台大功率挖矿机，以及设备购买记录，付款人正是被告人徐俊。不是我，是我爸让我买的，我根本不懂那些东西。安静，安静！就是你，老太婆，就是你出的主意。是你告诉我，只要把徐慧逼死，那套房子的钱和保险金就都是我的。上述证据链完整严密，被告人的作案动机明确，手段极其残忍。公诉方建议法庭依法严惩。全体起立，宣读判决。本院认为，被告人徐建国、李秀兰、徐俊为谋取非法利益，无视国家法律，采用极其隐蔽且危险的技术手段，蓄意构陷、敲诈勒索家庭成员，并勾结黑恶势力，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度恶劣。全体起立。被告人徐建国犯诈骗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电力设备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坐下，老实点。被告人李秀兰犯诈骗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15年！我的天哪，我不活了！被告人徐俊犯诈骗罪、教骚报复罪、威胁恐吓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8年。我不要坐牢，18年出来我都废了，我是徐家的独苗啊！都怪你，你害死我了！你为什么不替我去顶罪？爹！这是你们应得的报应。徐小姐，实不相瞒，这套房子网上的新闻我们都看了，这毕竟发生过那种事儿，也算是半个凶宅了。哎呦，大哥，这房子可是2套打通的，面积大，位置好，而且这价格足足比市场价低了30%啊！要不是徐小姐急着出手，您打着灯笼也找不着这好事儿。便宜是便宜，但是心里总归有点膈应。徐小姐，要不您看这价格能不能再降20万？只要你们今天能付全款，现在就过户。今天付全款，马上转账。我要的从来不是钱，我要的是彻底斩断这段沾满罪恶的孽缘。
注销成功。What you gonna do, fool? 天价电费、挖矿密室，全都结束了。头条是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天价电费杀女案，父母双双入狱。热搜第一，徐家案引发全网反思，畸形重男轻女家庭的悲剧，大快人心。这种父母就该把牢底坐穿。支持女主，小姐姐太刚了，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她纯废物，活该进去踩缝纫机。我没有原谅他们，哪怕他们把牢底坐穿，我也永远不会原谅他们。但我放过了我自己，我不愿再被仇恨裹挟，我要去拥抱属于我的自由。往后余生，我只为自己而活。